老雷，快，赶紧带人！去金华大学。什么意思？是恐怖袭击？不是袭击，是能量爆发。就在刚才，金华大学男生宿舍区爆发了一股高能伽马射线流，能级当量相当于一枚微型核弹。但诡异的是，这股能量被死死吸附在了仅有15平米的宿舍里，完全没有向外扩散，否则半个城市都要毁了。把坐标发我。全员1级战备，部队跟我走。别开枪！我有学生证，我没挂科，我就是收了个快递。快递？这他妈是快递？这坦克装甲都能给烧穿！带走，把那滴液体用最高规格的铅盒封存，要是洒了一滴，老子把你们皮扒了！你老实给我交代，你一个连英语4级都没过，是从哪儿搞来这种战略级高能液态武器的？领导，我都说了800遍了，那是筑基灵液，是我女友给的护肤品。护肤品？开什么玩笑？哎呀，是真的啊！我女友嫌我皮肤差，说我是凡胎肉体，经不起她所以给我寄了这个，让我泡澡用的，说是洗精伐髓。拿核废料泡澡？你女朋友是哥斯拉吗？比哥斯拉凶多了，她是太初圣地的圣女，今年826岁，脾气特暴躁。网恋被骗了是吧？现在诈骗团伙手段都这么高明了，还能把高能化学试剂寄给你当定情信物？不是诈骗，是这破手机突然就绑定了一个什么诸天婚配系统，刚才那个快递就是从屏幕里噗的一下吐出来的。还在编？把手机给我，我倒要看看这个圣女是在缅北还是在金三角。别，领导，这手机除了我谁都不能碰，会死人的。拿来。警告：检测到非绑定宿主强行接触，防盗机制触发，自毁程序已启动，倒计时10、9、8、6。我操！走，别炸呀！这是国家的人，4是自己人，别冲动，3千万别冲动。2。领导，现在您信了吗？这玩意儿他是真的有点脾气。所有人退出去，关闭监控，切断所有录音设备，这是1级绝密。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一只蚊子也不许放进来。说说吧，这个系统还有你那个800岁的女朋友到底想干什么？毁灭蓝星？不，他没想毁灭蓝星，他就是想谈个恋爱。这个系统叫诸天完美婚配系统。他说我这种9世处男的命格太硬，必须找个镇得住的，然后就给我匹配了这个太初圣女。9世处男确实挺硬啊。领导您别笑话我了，我现在是骑虎难下，那个姬玲珑虽说是个圣女，但却是杀人不眨眼的那种圣女啊。她给我的东西我都必须收，不然好感度下降，她就会他发消息了，一定是刚才那个快递我没签收确认，他急了。点开，看他说什么。江晨，为何不回消息？可是嫌弃那筑基灵液品质太低，还是说你在那方凡俗世界有了别的道侣？3日之内若无回音，本座便遂虚空而来，到时候我会亲手毁了那方世界，再把你的神魂抽出来，做成灯芯，日夜陪伴本座。毁了那方世界？把神魂做成灯芯？你这哪是谈恋爱，简直是找了个灭世魔王当祖宗供着呀！领导，您听见了吧？这不是我不想上交国家，是这软饭太硬了，硌牙。这要是真让他过来了，咱们这蓝星都不够他砍2剑的。既然拆不掉，那就只能利用了。不就是谈恋爱吗？那就举国之力陪你谈。回消息。啊？回什么？回我在坐牢？笨蛋！你就说你在忙着帮他准备礼物啊。这咱们能有什么东西入得了圣女的法眼？以前那是你穷，现在整个龙国的工业体系都是你的后勤部。只要能稳住这个姑奶奶，别说回礼，就是她要天上的星星，国家也给你摘下来。雷疯子，大半夜把我们叫醒，最好是有大事。要是为了个破间谍，我拿拐杖敲死你！李老，您消消气，这次不是间谍，
是神迹，或者说，是可能颠覆您这辈子物理学认知的玩意儿。天赋认知，除非你告诉我牛顿是外星人。我的天，能机一出，这不可能！这辐射值怎么可能比浓缩铀还高？这种波段我从来没见过。它不是在释放能量，它是在呼吸。呼吸，让我看看。活的，这玩意儿是活的，这根本不是无机物，这是一种高活性的生物酶，它在剔除那些劣质基因，强行给细菌进化成更完美的生命形式。如果这东西作用在人体上，哪怕稀释10000倍，它都能把人类的肉体机能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层次。老李，这东西必须给我一点样本，我有预感这能攻克癌症。给你做梦！我要拿回去做蓄电点火实验。那个，两位能听我说一句吗？介绍一下，这位是江晨同学，也就是这东西的主人。小同志，这东西你哪儿来的？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史前遗迹？快说，这对国家太重要了。不是遗迹，是我女朋友给的。女朋友？对，网恋女朋友。她说这是给我的见面礼，叫筑基灵液，说是怕我身子骨太弱，以后见面的时候被她弄死，让我先泡澡强化一下。这只是跌劣的，还有高级的洗髓神药，据说一滴就能让人脱胎换骨，立地成仙。不过我要是用了，估计会直接炸成一朵烟花。泡澡，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如果是真的，就意味着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角落存在着一个文明等级远远高于我们的世界，他们掌握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终极真理，而你却拿来泡澡。如此说来，那太初圣女所在的世界不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江晨，你刚才说你绑定了什么？诸天软饭系统？是诸天完美婚配系统，宿主负提供情绪价值，女方负责提供修炼资源。也算是吃软饭的了。软饭好啊，吃软饭怎么了？凭本事吃的软饭，那就是战略合作。你想想，这要是能把他们那里的炼气技术搞来，咱们的航母是不是能飞天？要是把那个什么丹药搞来，咱们的战士是不是能刀枪不入？小江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啥任务？让我去当特工？不，你的任务就是谈恋爱，往死里谈。不仅要谈，还要哄着他，惯着他，让他离不开你。不是，领导，这很难的。您不知道，他就是个病娇啊，动不动就要杀人全家的那种。而且这系统很坑爹，他要是检测到我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够，就会扣除我的寿命去填补。不用怕，只要你能从他那儿弄来各种丹，别说扣寿命，就是把你切片了，我们都能给你拼回去。怎么感觉这科学家比圣女还凶残啊？警告：检测到女方太初圣女通过因果线感知到宿主周围有异性气息，怀疑你在搞破鞋，正在尝试强行撕贴位面避震、跨界抓奸，请立刻马上进行视频通话进行安抚，否则后果自负。完了，他应该是感觉到陈教授了，误会我出轨了。我都60了，搞什么破鞋？对于800岁的人来说，6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小丫头片。别废话，视频马上接通，所有人听令，1级战备，但不是打仗，是演戏。演什么？演生活。不能让他觉得江晨是被关押或者被审讯，要让他觉得江晨过得很好很体面。快把这些仪器都撤了，小张去食堂搬一桌子菜来，要硬菜，还要那个把我的办公室里的那盆君子兰搬来，营造一种温馨文艺高大上的氛围。接吧，记住，无论他说什么，都顺着他。夫君，刚才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狐狸精的味道。是你旁边那个老太婆吗？那是我大奶奶，这不是听说我谈恋爱了吗？家里人太高兴了，都在这儿等着见你呢。是玲珑吧？我是江晨的大奶奶。大奶奶，玲珑见过大奶奶，方才不知长辈在侧，玲珑失礼了，还望大奶奶恕罪。这是过关了吧？没事没事，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大奶奶的气色看起来甚是亏空，这满头的死气，气血枯败如朽木，这是寿元将近的征兆啊！夫君，你怎么照顾长辈的？我上次给你的那瓶回春露，你没给大奶奶喝吗？喝完了，主要是家里老人多，不够分。也是，凡俗之地灵气稀薄，老人家身体确实容易出问题。罢了，下次我让人去药王谷抢，求几颗极品延寿丹来，给大奶奶补补身子，延寿个300-500年应该问题不大。延寿300-500年？这哪是孙媳妇儿，这是活菩萨呀！
谢谢玲珑，太谢谢你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碳基生物吗？这鳞片的反光率，这是高强度石洛烯结构，还是某种生物合金？这龙角可是天然的能量回路啊！这要是能切一块下来做导电测试。夫君，这位是？这是我二大爷，他没见过世面，看见大蜥蜴比较激动。确实，也就是条长了脚的蜥蜴。这头黑水毒蛟不长眼，本座刚出关，他就敢在我头顶飞，挡了本座晒太阳的光，顺手就给砍了。夫君，我看你身子骨太弱，这蛟龙虽然血统不纯，但这一身蛟龙血还是挺补的，尤其是这龙胆。夫君，你把它生吞了，我保你今晚就能筑基成功，到时候咱们怎么？夫君不喜欢？喜欢，就是太大了，吞不下去啊！处长，不行啊，信号接不进去。我们试了所有的镜像手段，只要一连接，设备就烧。不是让你们只录屏吗？用外部摄像机录。录不了，那手机现在就是一个黑洞，只有肉眼能看见画面。我们在监控里看到的只是一团白光。我们哪怕拥有最顶尖的科技，竟然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江晨，稳住他，不要龙胆，要装备。玲珑啊，这龙胆太补了，我怕虚不受补，直接爆体而亡。你也知道，我现在就是个凡人。倒也是，凡人的经脉脆弱，受不住这妖力。那送你点什么好呢？有了，这是我小时候练手做的天雷符，一直留着纪念。威力不算大，也就是封印了一道9天神雷。若是遇到不长眼的欺负你，你就把这石头捏碎。元婴期以下的修士应该能直接轰成渣。至于凡人，大概能把一座城池夷为平地吧。单兵合物，绝对是单兵合物，就要这个。这个好，就要这个。那就给你了。夫君，接着。好了，东西送到了，我也该去修炼了。夫君，记得想我。对了，若是石头用完了，记得告诉我，我再给你搓几个。别动它，都别动，任何人不许靠近3米之内。这玩意儿现在的状态是临界点，谁要是身上带点静电碰上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变灰。老李，这到底是什么？如果用修真界的说法，这叫天雷符。用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团被强互作用力锁死的等离子风暴，也就是俗称的球状闪电。但它的能量密度是自然界球状闪电的1亿倍。他还说是个小玩意儿，威力不大，也就是炸个元婴期。元婴期是个什么当量？能硬扛核弹不死的算金丹，能随手捏爆核弹的算元婴。他这是让你把敢欺负你的人，连同他所在的城市一起追回到母去。这就是修真界，弱肉强食是天理。他真的觉得这东西威力不大，就像咱们给小孩买个摔炮玩玩。谁家摔炮能给蓝星炸个坑出来？这东西绝不能带出这个房间。小张，去把最高规格的绝缘铅罐拿来，要双层真空的那个。等等，领导，这玩意儿好像认主。姬玲珑之前说了，送的东西有我气息烙印，除了我，谁碰谁炸。谁碰谁炸？这要是去食堂打个饭，去挤个地铁，不小心被碰到，不瞬间让方圆上千公里气化。江晨，从今天起，你走路必须给我看路，不许挤公交，不许坐地铁，不许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领导，这就没自由了，我还得上课呢，我高数快挂科了。挂科？都要炸蓝星了，你还在乎挂科？校长那边我去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清华大学的荣誉博士，满分毕业。谁敢让你挂科，我毙了他！恭喜宿主成功接收来自女方太初圣女的赠礼，下品天雷符1枚，触发强制任务回礼，请在24小时内向女方回赠一份具备稀缺性、独特性，且能让女方感受到宿主所在文明的诚意的蓝星特产。任务奖励：女方好感度加10，开启功法传说通道。失败惩罚：女方好感度清零，太初圣地刑罚长老将跨界追杀负心汉。刑罚长老。那个领导，姬玲珑跟我说过，他们刑罚长老是个狠人，最喜欢把人的皮剥下来做成风筝放。24小时，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了，这不是江晨一个人的恋爱，这是2个文明的博弈。对方先出招了，1枚天雷符展示了修真文明毁天灭地的武力值。如果我们回礼太轻，会被视为藐视。就算我们把所有的核弹头捆在一起送过去，估计在那边也就是个大号烟花，
还会暴露我们的底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那送什么？钻石、黄金、航母模型、百科全书都不行。她是圣女，想要什么天才地宝没有？她虽然活了800岁，但除了修炼就是杀人，连个说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平时她就是个生活白痴，所以她应该对那种精致的、感到舒服的、不需要动脑子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想到了，我们不能跟他们比修仙，那是拿自己的短处碰人家的长处。我们要比享受。享受？对，就是堕落，就是腐朽，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文明的糖衣炮弹。我们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们不能飞天遁地，但我们活得比神仙还爽。老赵，立刻给我调动资源，我要一套最顶级、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带自动加热和3D 环绕音响的全自动按摩椅。按摩椅？不仅仅是按摩椅，还要配上太阳能发电机，还要平板电脑，里面给我下满电视剧。下什么？《道德经》《周易》？下屁的《道德经》，他修了800年道还没修够吗？给他下《嬛嬛传》，下《归家的诱惑》，下《霸道总裁爱上我》，怎么狗血怎么来，怎么虐心怎么来。我要用这几十集连续剧锁死他的道心，让他没口想杀人的事儿。这招太损了吧！还有吃的，修仙者辟谷是吧？喝露水是吧？那是他们没吃过好吃的。快乐水给我搬10箱过去，薯片、辣条、自热火锅，还有那个什么螺蛳粉，这种直击灵魂的味道，我就不信他顶得住。螺蛳粉那味道，他会不会以为我们在毒死，然后一剑把我们劈了？有道理，螺蛳粉先划掉，换成奶茶，全糖加珍珠加椰果，甜死人不偿命的那种。这是要搞工业糖精倾销啊。不过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高糖分确实能刺激多巴胺分泌，让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处长，这招高！行动！成立代号软饭的特别行动组，江晨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们需要改装一台能在高辐射、强磁场环境下运行的军工级平板电脑，去把市面上最好吃的零食都给我采购回来，给我搓个体积最小、效率最好的太阳能充电板，务必在倒计时结束前准备好。按照处长的指示，我们预装了3个 T 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甄嬛传》全集、《回家的诱惑》、《流星花园》4个版本，以及500本精选的霸道王爷爱上我类型的有声小说。这么多，他看得完吗？看不完才好。我们要的就是让他沉迷，让他上瘾，让他在枯燥的修仙岁月里找到精神寄托，让他上头没心思去杀人，自然也就没心思来炸蓝星了。这哪里是回礼，这简直就是精神毒品啊！领导，还有个问题，他要是问我这些是什么，我怎么说？这还用教？你就说这是凡人世界的留影法宝，专门记录人间百态，以此来磨练道心的。换回家的诱惑磨练道心，那这道心怕是要修成豆腐渣。别废话，还有那个按摩椅，老赵，椅子调试好了没有？那可是咱们这次的重型武器。这就是逍遥椅1号，傻瓜式的一键启动，内部电机换成了军用的，动力强劲，能把人的骨头缝都揉开，自带太阳能屋顶，放在院子里就能用，不用怕没电。最关键的是，这是声波助眠系统，能发射阿尔法波，哪怕是失眠了800年的老妖怪，躺上去5分钟就能睡着。不错，江晨，你想想看，当他在冰冷的石洞里打坐了几百年，腰酸背痛腿抽筋的时候，突然有了个能自动按摩还能听曲的神器，他还能离得开你吗？画面太美，不敢看。行了，打包，距离倒计时结束还有2个小时，准备开启传输通道。开启系统，检测到宿主准备回礼，扫描物品完成，总价值判定在修真界为垃圾，在凡人界挺贵的。由于本次传输物品体积过大，需要消耗宿主3个月的寿命作为邮费，是否支付？3个月？上次不是说不用靠寿命吗？上次是女方付邮费，这次是你付，软饭也是有成本的。付，国家给你补，回头让陈教授给你打一针那个什么端粒酶，这3个月就能补回来，快点，没时间了。走你！快把物资都推进去！送走了，这辈子没干过搬运工，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现在就是等他的反馈，是惊喜还是惊吓，就看这一哆嗦了。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如果他觉得这些东西太廉价，生气了怎么办？东西不会在时空隧道里丢件了吧？
点啊，快点击听听他说什么。夫君，此乃何种法宝？这力道竟比我那几个捏脚的傀儡还要精准，正好按在本座的命门穴上，舒坦。这黑色的糖水甚是怪异，出入口有些扎嘴，但入喉之后竟有一股直冲天灵盖的凉意，连心魔都被压下去了几分。好喝，甚是好喝。还有这个板子，夫君，这盒子装的小人儿为何穿得如此花哨？那个叫华妃的女子眼神颇为歹毒，像极了那个跟我抢圣女之位的碧池师姐。甚好，甚好，本座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其中的宫斗之术。成了，成了！他喜欢按摩椅，我的设计没白费呀！文化输出成功。华妃娘娘立大功了，快看，又有消息！女方太初圣女对您的回礼表示极度满意，心情值提升至愉悦，好感度突破90，触发特殊回礼机制。女方决定回赠一份太初圣地的土特产。土特产是灵液，还是丹药，还是天才地宝？恭喜宿主获得太初圣地护山大阵基础阵法总纲残卷。阵法，这玩意儿有啥用？咱们这儿又没灵气，布不了阵。这，老李，怎么了？这上面到底画的是什么？光刻机有救了！你是说，如果能把这个阵法图刻在硅晶片上，或者刻在镜头上，我们不需要 EUV 光源，哪怕是用普通紫外线，也能雕刻出1纳米，不，0.1纳米的精度。这是对现有半导体物理学的彻底颠覆。而且，这个结构还能用在坦克装甲的分子排列上，硬度能提升10倍。如果用在防弹衣上，轻薄如纸却能挡狙击枪，这哪里是阵法？这是高等文明的材料学和光学教科书啊！江辰同志，看来我们之前还是保守了。既然软饭这么好吃，那就不仅要吃，还要大口吃，还要吃出花样来。我宣布，从即日起，原特别行动小组正式升级为核心级单位，代号星火。江辰谈恋爱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他要哄女朋友开心，我们就给他写剧本。只要能从那个世界换回来哪怕一张纸、一个符号，那都是我们龙国腾飞的燃料。这场跨界恋爱，我们要谈，而且要谈得惊天动地，谈出个星辰大海。完了，这下彻底上了贼船了。这以后要是闹分手，不会被举国讨伐吧？夫君，那个叫华妃的贱人虽然坏，但我看那个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我想办法跨界过去，帮你把他也砍了吧。看来得先给这位圣女普法，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虚构艺术。江辰同志，深呼吸。现在的局势很严峻，虽然我们的回礼暂时稳住了他的情绪，但根据心理专家组的分析，姬玲珑这种活了800年的老资深少女，情绪极不稳定。你的任务就是通过话术不断加深他对你的依恋感，彻底锁死他的恋爱脑，明白吗？领导，要是聊崩了咋办？聊崩，那就只能让陈教授给你打一针遗忘药剂，然后把你送去西伯利亚种土豆了。毕竟知道太多国家机密的人，除了女婿，就是死人。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按照规律，他应该快看完《甄嬛传》前10集了。各单位注意，准备接敌。接通，心理组注意监控情绪变动。夫君，本宫刚刚看完了那个叫华妃的女子的故事，那句“贱人就是矫情”甚合我意。这凡人皇宫里的女子虽无缚鸡之力，但那股子狠劲儿倒是比我们宗门里那些假惺惺的师姐强多了。中了，人设代入成功。他现在正在模仿华妃，顺着他，用果王爷的语气，深情一点，眼神要温柔。玲珑，你若是进了宫，那必定是宠冠6宫，哪还有华妃什么事？油嘴滑舌。不过刚才本宫在洞府外晒太阳充电，那个一直纠缠我的天剑宗生子，看我躺在这椅上，竟然敢停下来盯着看。虽然他没说话，但本座感觉得到他在看我的脚。夫君，你说我是把他那双眼珠子挖出来呢，还是直接把他剁了喂我的寻宝鼠？就像华妃赏那个谁一丈红那样。
这特么是送命题啊！要是说杀，显得自己太残暴；要是说不杀，他会不会觉得我戴绿帽子都不生气，是个窝囊废？别慌，他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叠加占有欲过剩，他在试探你的底线。如果你劝他善良，他会觉得你不爱他；如果你比他还狠，他反而会觉得你是在乎他。这就是煤气灯效应的反向运用。编剧组，台词，快给台词！念要有气势，要像个疯批，语速要快，语气要狠。这词儿是碳基生卫能说出来的。快念，他要拔剑了。夫君为何不语？莫非是觉得我太过残忍？不，残忍？这算什么残忍？竟敢用那种眼神看我的女人，那是亵渎，是死罪！花眼珠，太便宜他了。若是我在场，我定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做灯笼，把他的骨头磨成粉给我妈明灵垫脚，让他永世不得超生。哪怕是追到九幽黄泉，老子也要把他挫骨扬灰。我会不会用力过猛？这疯批圣女会不会觉得我比她还变态，直接顺着网线过来砍我？夫君，你好坏，可是人家好喜欢。这招走疯子的路，让疯子无路可走，绝了！既然夫君这么生气，那我就不杀他了。毕竟剥皮做灯笼太血腥，万一吓着夫君就不好了。我就废了他的修为，打断双腿，扔下山去便是。夫君觉得如何？算他运气好，也就是隔着个世界，否则怎样？否则，夫君真威武。对了，刚才听夫君说话的声音有些中气不足，想必是刚才动了真怒，伤了肝火。我这里有个小玩意儿，正好送给夫君消消气。这是我平日里打坐用的悟道蒲屯，师尊说是什么上古神草编织，能静心凝神，提升悟性。但我坐着硌屁股，早就想扔了。现在有了夫君送的这个逍遥椅，这破蒲炭更是没用了。夫君若是不嫌弃，就拿去当个坐垫吧。悟道蒲团，提升悟性，好东西啊！收下，快收下！别管它脏不脏，那是修真界的量子计算机，那是大脑加速器呀！行吧，虽然看着脏了点儿，既然是娘子用过的，那我就留个念想。夫君不嫌弃就好，那我给你发过去。对了，夫君，那个叫辣条的东西还有吗？刚才看剧太入神，一不小心吃完了。有，管够。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弄。谢谢夫君，夫君最好了。那我不打扰夫君休息了，我要去继续看那个甄嬛是怎么斗倒皇后的了。女方赠送物品：破旧的悟道蒲屯成衣。物品说明：太初圣地掌教信物，内蕴一丝天道法则，凡人作之可灵台空明，思维速度提升100倍，有一丝几率顿悟天地至理。是否提取？提取。我突然想到了《回家的诱惑》第2部的剧本，还是带科幻元素的，逻辑闭环了，所有伏笔都能圆上了。通了，那个困扰我半年的粒子方程通了，我看到答案了，答案就在那里飘着。都让开！这东西比那个核弹石头还重要，核弹只能毁灭，这东西能创造。如果我们的一线科学家能坐在上面搞科研，那不10分钟解开哥德巴赫猜想，1小时就能搓出太空电梯的缆绳。快，通知中科院，把所有正在攻坚卡脖子技术的项目负责人全部给我拉过来，不管他们在干什么，哪怕是在上厕所，也得给我提着裤子过来。还要搞个悟道排班表，每个人只能做15分钟，谁要是敢多做1秒钟，我就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把他抓起来。夫君，那个辣条能不能发变态辣的？微辣的吃着不过瘾。谁能想到龙国科技腾飞的起点，竟然是一个用来换辣条的破垫子？这软饭真香啊！就这，雷处长，你把我火急火燎的叫来，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收破烂都不收的垫子。我的时间很宝贵，那个方程数正算到关键时候，耽误1分钟都可能前功尽弃。周老别急，根据情报，这东西能提升思维速度。您最近不是卡瓶颈了吗？坐上去试试，就当是歇歇脚，耽误不了您几分钟。歇脚？我怕把裤子做脏了，要是没用，我可要去上面投诉你浪费科研工作者时间，耽误国家科研进度的罪名。笔，快
快给我比！立刻，马上！原来是这样，哈哈哈，竟然这么简单！我之前怎么没想到？错了，以前的方向都错了，不需要引入副屏间，换个思路，全通了，所有难题都通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快，把这些公式拍照，立刻传给超算中心，让他们马上演练，越快越好。雷处长，这是真的。黎曼才行被证明了，逻辑完美无懈可击，这是远超菲尔兹奖级别的。不，这是能载入人类史册的突破。这哪里是垫子，这是作弊器，这是通往真理的直通车啊！让开，让我做，我的碳纳米罐合成封上就差1点，让我做5分钟，就5分钟。应该让我先做，能源安全大于天。我卡在这个参数上3年了，谁也别跟我抢！都给我闭嘴！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还是国之栋梁吗？跟菜市场抢打折鸡蛋的大妈有什么区别？周老，时间到了，国家资源严禁独吞，每个人都有机会。我不走，让我再坐会儿。我感觉我还能证明哥德巴赫存响。雷处长，雷爷爷，再给我1分钟，就1分钟。拖走，按照规矩来。让我再做30秒、20秒也行啊。从现在开始，实行排班制，每个人每次申请时长不得超过15分钟，坐下就写，写完就滚。谁要是敢赖着不走，直接取消终生资格，以危害国家安全论处。江晨，到，你是这个蒲墩的主人，你来负责计时。记住了，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15分钟一到，也得给我把他踹下去，不许徇私。这软饭不仅硬，还烫手啊！爽！此物简直是魔道至宝。夫君，这叫莲藕的东西为何如此爽脆？还有这红色的汤汁，入口如烈火焚身，入腹却又让人欲罢不能。这莫非就是你说的痛并快乐着？那是辣椒，在我们这里吃辣是一种修行，越能吃辣，说明你的道心越坚定。原来如此，难怪本座觉得吃这东西时心跳加速，血流涌动，竟比杀人还要刺激。看来这确实是一场针对肉身和意志的试炼。本座要挑战那个黑色的袋子，刚才那个红色的虽然厉害，但这个黑色的看着煞气更重。夫君，看着我，我要渡劫了。玲，速来大殿！3年1度的宗门大比即将开始，你是首席圣女，需主持祭天大典。各宗长老都已经到了，你还在磨蹭什么？坏了，家长找上门了！这要是被发现，圣女正在吃垃圾食品、看宫斗剧，还不得当场把她这个带坏好孩子的罪魁祸首给跨界劈了？别烦我，本座正在闭关渡劫，到了紧要关头。什么宗门大比，让那个被我打断腿的圣子去主持，这点小事都要来烦我，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好了，苍蝇赶走了。夫君，我们继续。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了，那个叫洪世贤的男人，为什么能说出“你好骚啊”这种虎狼之词？他是不是修了什么媚术？这算是和平演变成功了吗？何止成功，这简直是把他的价值观给格式化重装了。现在的他对修仙的兴趣远不如对一根辣条的兴趣大，这就是多巴胺成瘾的可怕地方。怎么了？火锅炸了？还是掌教打进来了？脸，我的脸！夫君，你看这是什么？我是不是中毒了？我是不是要毁容了？玲，这就是个痘痘，上火了。谁让你一口气吃10包辣条还喝可乐的？痘痘，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人五衰的前兆？我是不是要死了？还是中了什么不知名的蛊毒？夫君，救我！我不想变丑。我要是变丑了，你就不要我了，对不对？我不要变成丑八怪。等等，我记得药王谷刚送来一批贡品，里面好像有专门解百毒、助容颜的丹药。驻颜丹，对，就是这个。夫君，你是读书人，懂得多，你快帮我看看，这丹药能治这个痘痘之毒吗？女方请求鉴定物品，极品驻颜丹成衣，是否接收？接收，快接收！驻颜丹，那不就是传说中能让细胞无限分裂的逆天之物？快切片，做光谱分析，做活细胞实验。神迹，这是生物学的神迹。这丹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生物酶，它不仅能消除炎症，还能让皮肤细胞瞬间回到10岁的巅峰状态，而且是永久性的。
永久性，也就是说长生不老？不完全是，内脏不管用，但吃了后，你的皮肤会看起来跟18岁一样嫩，没有皱纹色斑，连毛孔都没有。陈教授，这个成分可以破解稀释做护肤品吗？能，哪怕是稀释1万倍，也比市面上那些什么海蓝月光、什么鱼子酱精华强1万倍，涂上去皱纹立消。好，既然圣女想要我们帮她看病，那我们就给她看，告诉她这毒能解，但需要配合我们这边的独门疗法，多喝热水。至于这颗丹药，这就是我们星火局的第1桶金，代号女神之泪，马上注册专利，成立国资控股的生物科技公司。鹰将不是制裁我们的芯片吗？好，那我们就用赚来的钱砸死他们的科技封锁。这哪里是谈恋爱，这分明是针对异界资源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工业化收割。玲玲啊，别怕，这毒我熟，你先别吃那丹药，那玩意儿副作用大，被我扣下了。你听我的，去煮点绿豆汤喝，败火，过2天就好了。真的吗？夫君真厉害，连绿豆汤这种秘方都知道。那我这就去让御膳房，不，亲自去煮。对不起了，老婆，为了国家的 GBT， 这颗驻颜丹你就当是交了医保吧。不可思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海弗利特极限被打破了，细胞分裂的次数限制，在这玩意儿面前就是个笑话。陈老，说人话。处长，这丹药里含有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高能生物酶，不仅仅是皮肤，它甚至能让人的器官重返青春，这是长生不老药的雏形啊！能复制吗？原版无法复制，我们这里没有灵气。但是，虽然造不出核弹，但我们能造手榴弹啊！只要利用江晨那小子送来的悟道蒲盘，1/1000的效果就能驱除皱纹、色斑、疤痕了。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够了，太够了！我们要的就是这1/1000，这可是收割全球富婆的神器啊！李工，愿意为了科学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处长，这真的有用吗？我这脸连美国的顶级整容医生都判了死刑。试试吧，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候。有点热，还有点痒，那是细胞在高速分裂。快看，组织再生的速度提升了500倍。这没了，真的没了，我的脸。封锁消息，所有人签署最高保密协议。老王，如果这东西推向市场，定价多少合适？定价？这种神药谈钱太俗了。我们要搞饥饿营销，搞配货制，只针对海外市场开放尊享版，1瓶100万美元，爱买不买。好，这事儿交给你去办，赚回来的外汇全部投入到光刻机和航母的研发里去。我们要用他们的美容费来造我们的杀手锏。乖乖，这洗澡水不对，这驻颜丹的威力这么大吗？稀释了1/1000都这么猛？这就是文明的代差。江晨，你现在的任务更重，你必须稳住那位财神奶奶，绝不能让她对我们产生怀疑。明白。2小时了，绿豆汤应该喝完了吧？夫君，神了，真是神了！你那个绿豆汤的方子简直绝了，我才喝了半鼎，这颗毒瘤竟然真的消下去了。这就是人体正常的免疫反应，就算不喝也该好了。不过功还是得要，那是自然。这绿豆汤乃是我家乡的解毒圣药。你既然好了，那就少吃点辣条，多喝水。我都听夫君的。夫君，那个我刚才喝汤的时候在想，夫君不仅送我好吃的，还送我好玩的，现在又用祖传秘方救了我的脸，我却只给了夫君一个破蒲丹和几颗没人要的丹药，实在是有些心中有愧。心中有愧，这可是好兆头啊！哪里的话，只要绫罗你开心，我就知足了。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太见外了。不行，本座乃是太初圣女，从不欠人因果。夫君对我这么好，我必须要有重谢。有了。夫君，你那里是不是缺灵矿？我记得上次你看到那块雷灵石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确实挺缺的。那就好办了，
我师尊那个老顽固，在药王谷养了一只寻宝鼠，那小东西鼻子灵得很，方圆千里的天材地宝、极品矿脉，他闻一下就能找到。寻宝鼠、矿脉，那老头平日里把这耗子当祖宗供着，连看一眼都不让。今晚正好是月黑风高夜，那老头去参加宗门大比了。夫君，你等着，我去把他给你偷，给你请过来。别，那是你师尊的宝贝，你偷了还要不要命了？怕什么？我是圣女，拿自家宗门一点东西怎么能叫偷？再说了，是为了给夫君送礼，就算是把药王谷搬空了，那老头又能奈我何？等着，我去就回。领导，他这是要去做贼？寻宝鼠，如果真像传说中那样能探知地下矿脉，江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挖金矿。金矿算个屁！稀土、锂矿、油矿，那些埋在深山老林、沙漠戈壁底下的战略资源，有了这只老鼠，那就是开了全图挂呀！通知地质勘探局，让他们把最先进的钻探设备都准备好。只要那只老鼠一到，我们立刻出发，去西北。这软饭吃的有点费师尊啊！不仅徒弟被拐跑了，连家里的宠物都要被打包送过来当苦力。来了。我的劳力士啊，攒了几年工资买的。那是我们刚从塔里木盆地深处带回来的样本，疑似高浓度重稀土矿，但一直没确定具体位置。江辰，收拾行李，带上这只耗子，我们去西北。国家为你承包整片沙漠。祖宗，你确定是这儿？这儿除了沙子就是风，连个仙人掌都没有。挖，哪怕是挖地3000尺，也要给我挖出来！这只耗子，不，这只鼠爷，刚才在实验室连纯金都看不上，能让他这么激动的，绝对是好东西。报告处长，钻探深度达到300米，岩心取样上来了，正在进行光谱分析。这不可能！夺舵油全重稀土元素，而且品味高达15%，这哪里是矿石，这是提纯后的精粉啊！雷处长，我们发了，这下面是一条储量惊人、单一易开采的离子型矿，这就好比在沙漠底下埋了一座金山。储量预估多少？目前探测不到边界，至少是目前国内已探明储量的10倍，不可能是全球总储量的总和。稀土、工业维生素也是大国博弈的咽喉，这困扰龙国几十年的资源瓶颈，就这么被一只异界老鼠给打破了。给他，把那块岩心给他吃，告诉后勤部，以后旺财的伙食标准按国宝级，他想吃什么矿就给他吃什么矿，哪怕他想啃导弹头，也给我把引信拆了让他啃。真够荒谬的，一只老鼠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我这软饭吃的真特么硬核呀！江辰，谢谢，不仅是替国安局，也是替国家谢谢你。从今天起，这片方圆500里的无人区就是你的后花园，国家会在这里建立军事禁区，专门用来养这只老鼠。承包鱼塘算什么？国家直接给我承包了一片沙漠养耗子。领导，先别急着谢，那个金主爸爸发视频来了，估计是想看看他的宠物过得咋样。全体注意，保持安静。我们要给圣女展示一下我们的喜悦，但不能让她觉得我们太没见过世面。夫君，你这是在哪儿？为何如此荒凉，连根草都没有？这是我家乡的矿区。玲珑，你看，你送的这只寻宝鼠太厉害了，刚来就帮我们找到了一座很大的矿。就这，黑乎乎的，一点灵气变动都没有。夫君，你确定这是宝矿？在我们太初界，这种石头都是拿来铺茅房的。这可是重稀土啊，是制造隐形战机、核潜艇声呐的核心材料啊！拿来铺茅房，你们太初界是有多奢侈啊？玲珑，这在我们这里真的很珍贵，这叫稀土，是工业，是炼器的顶级材料。真可怜，夫君，
你若是真的喜欢矿，跟我说呀，何必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吹冷风？那是紫金矿脉，虽然也不是什么极品，但好歹亮晶晶的挺好看。夫君若是喜欢，我明日便让那个谁把这座山搬过来送你。搬山？绝对不行，山太大会引发重力异常，导致地震。千万别！玲珑，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这里地方小，放不下那么大的山，而且注意，这是一道送分题，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是为了贪图他的财物，要升华主题，要把重点放在情谊上。而且绫罗，我高兴并不是因为这座矿值多少钱，也不是因为它能炼什么气，我高兴是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哪怕这只老鼠找出来的只是一堆废土，我也一样会很高兴。只要是你送的，在我眼里，它比那座紫金山要珍贵10000倍，因为这里面藏着的是你对我的好。夫君，你怎么这么会说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在我心里，这世间万物都不及你那一笑。夫君，我不想修炼了，这破圣女我也当够了，我想见你，我想抱抱你，我想让你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完蛋，好像用力过猛了。孽障，孽障啊！身为太初圣女，不思进取，荒废修行整整3月，宗门大比你不去，祭天大典你不去，竟然躲在这洞府里，对着一块凡俗魔镜发痴。太上长老，老东西，谁让你进来的？懂不懂什么叫隐私？隐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衣衫不整，满嘴油光，这里哪还有半点修道之人的清静？这简直就是魔窟！就是这魔物坏了你的道心。老东西，你敢毁我夫君送的信物，我要杀了你！我要把这太初圣帖拆了！孽障，你要干什么？这是祖师留下的护山大阵，你疯了吗？出事了，这是家庭纠纷升级成武装冲突了。不，那不是纠纷，那是逆鳞。领导，您可能不了解姬玲珑，她其实一直都在忍受宗门的清规戒律，忍受那些没人情味的长老。她唯一的快乐，就是我送给她的那些东西，是我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给她的光。现在，那个老头把她的光给掐灭了，她不会善罢甘休的。警告！警告！检测到女方太初圣女情绪彻底失控，黑化值突破100%，她已强行燃烧本命心血，正在攻击位面壁垒。系统检测到高能空间风暴正在成型，目标坐标蓝星龙国精华市，预计抵达时间72小时。他不是来探亲的，他是带着毁灭世界的力量来私奔的。72小时，都别笑了，收队，立刻收队，回京，启动备用方案南天门计划，通知防空部队，通知火箭军。这已经不是谈恋爱的问题了，这是一场星球防御战。这次是真的玩大了，老婆要离家出走来找我了。可是老婆呀，你来就来吧，能不能别带那么大的动静？这小破球真的经不起你折腾啊！通讯链路已被那老头一棍子损毁，女方状态怒气值突破系统流程，建议宿主立刻躲防空洞或者写遗书。写你大爷！领导，能不能重新连上？卫星量子通讯，哪怕烧纸都行，让我跟他说句话呀！技术组回话，处长，连不上了。刚才的能量爆发把那边基站全炸没了，除非对方主动打通壁垒，否则我们就是瞎子。瞎子，意味着我们只能干等，等那个暴走的女人，或是那个恐怖老头跨界而来。孽障，你看看你，为了这些凡俗界的糟粕之物，竟然顶撞师长，荒废修行。老夫那一拐杖是打醒你，是救你。救我？你毁了我的留影镜，毁了我的逍遥椅，还断了我和夫君的联系。夫君，圣女，你修行修傻了吧？老夫早就说过，直接派人跨界过去，一掌拍死那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凡人蝼蚁，断了你念想，你自然收心。哼，好一个断了念想！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800年里我第一次活得像个人，不是泥塑的神像。我累了，这圣女我不当了。什么？你疯了？太初圣女乃是这方天地最尊贵的身份之一，未来是要执掌圣地的。最尊贵？在你们眼里，我是圣女，是工具，是宗门脸面；可在他眼里，我是玲珑，是会痛、会饿、会长痘痘的小女孩。所以这种尊贵，我不稀罕。今日我要走，我要去他的世界，喝可乐，
做按摩椅，我要去真的抱抱他。放肆！想走？问过老夫手里的大神鞭没有？护山大阵何在？给我困住这个孽障！阵法破绽百出，我心急天心，我要去见他，这天便挡不住我。这是什么力量？这不是灵力，不是仙力，这是爱的力量。老头儿，你单身几千年，不会懂的。你，夫君，等我。完了，圣女跟人跑了！报告，天眼系统监测到超高能反应源，就在我们头顶正上方。警报，检测到灭世级不明生会体正在强行穿越位面壁垒，目标为当前坐标，抵达时间缩短至48小时。48小时，这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在为了他的爱情，要硬生生砸开蓝星的大门。领导，这阵仗，他是来结婚的，还是来灭口的？不管是结婚还是灭口，这都不是我们能挡得住的。传我命令，开启南天门计划最高预案。通知空军，战机挂载实弹，升空伴飞。但没我命令，谁敢开火，老子毙了他！锁定，锁定个屁！就当是放礼炮了。还有，老赵，给我把全国最好的婚庆公司都给我调过来，要在这片沙漠上，在这个落点，搭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婚礼现场。啊，婚礼在这儿？现在？对，就是现在。我们要把红地毯铺满500里，要把鲜花从南方空运过来，要把国宴的厨师都拉过来。我们用凡人的方式，给他一个神仙都没见过的牌面。既然挡不住，那就把他娶过来。江晨，到，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准备接亲了，新郎官。来吧，老婆。虽然我没修为，没彩礼，但我背后有一个很牛逼的国家，这门亲事稳了。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咱们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接亲的。谁要是敢走火，老子让他去炊事班削一辈子土豆。报告处长，东风快递方阵也就位了，1000枚东风41全部竖起，弹头都换成了特制的金属氢彩烟弹。只要那个时空门一开，咱们能把这片天给染成红的。用坦克当婚车队，用洲际导弹当礼炮，这他妈要是让不知情的人看见，还以为地球要流浪了。领导，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我就结个婚，不是，就接个女朋友，至于把家底儿都亮出来吗？大，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能一剑劈开大气层的狠人。如果咱们就摆2桌酒席，那是看不起他，更是看不起咱们龙国的工业实力。再说了，面对这种级别的娘家人，咱们不亮亮肌肉，以后你这软饭还能吃得安稳？这叫战略威慑，懂不懂？老婆再强又怎么样？我有国家。上帝呀，龙国人疯了，那是坦克，2万辆，他们要打谁？外星人？报告长官，坦克为装填实弹，阵型非常古怪。古怪？是东方古老战阵？不是，是一个汉字字，语言学家辨认是喜，代表 double happiness， 通常用于婚礼。婚礼？你告诉我，龙国动员了2万辆坦克，1000枚洲际导弹，封锁了500里无人区，就是为了办一场婚礼？可是，他们确实铺了红地毯啊，500公里长，那红外特征太明显了。这是伪装，绝对是战略欺诈。那个沙漠上空的能量漩涡是怎么回事？难道龙国人掌握了虫洞技术？他们在测试某种能召唤外星舰队的末日武器。启动全市之眼计划，派出我们在龙国的所有潜伏人员，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搞清楚那个喜字下面到底埋着什么毁灭世界的秘密。各位，龙国的导弹全部竖起来了，那个方向怎么看都像是随时能拐个弯砸到我们头上。首相大人，根据情报，那个能量漩涡里散发出的波动，仿佛有什么远古巨兽要钻出来。难道龙国真的挖出了哥斯拉？八嘎！哥斯拉是我们的 IP， 他们不配，他们怎么能挖出来？快，
派忍者不，派特工去，一定要拍到照片。如果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就去联合国告他们。发现目标，坐标 X98Y75，疑似境外人员。我操，这老外真耐晒！队长又抓到一个，这已经是第108个了。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咱们办喜事儿，他们非要来随本子。带走带走，先扔到临时看守所去，别让他踩脏了红地毯，那可是给新娘子走的。龙国这次玩真的，这种安保密度，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如果不解释清楚那个漩涡是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国正在试图毁灭蓝星。既然各位对那个漩涡这么感兴趣，我不妨透露一点，那确实是一种武器，而且是一种人形、高智能、具备全图打击能力的战略级威慑武器。至于它的威力嘛，大概也就相当于1000枚核弹同时爆炸，而且是可控的。心情好就放烟花，心情不好就所以奉劝各位，最近最好安静点，万一吵到了这位武器，让他老人家不高兴了，我们也拦不住。还有最后5分钟。江晨，怕吗？怕，腿都在抖。怕就对了，你要娶的可是这诸天万界最凶的女人，怕老婆不丢人。准备好了吗，新郎官？准备好了，老婆到家了，下来吃饭。挡我者死！玲玲丫头，回去吧，你身上流着太初皇族的血，你的命不属于你自己，属于圣地，属于这方天地。为了一个异界的凡人，燃烧精血，毁坏根基，值得吗？老祖，您在这棺材里躺了3000年了吧？您见过那个世界的烟火吗？您体验过被人捧在手心里，连一颗痘痘紧张的要命的感觉吗？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在那边我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孩，而在这里我只是你们供在神坛上的一尊泥菩萨。今日要么你们把这棺材板掀了跟我打一场，要么滚开！放肆！跟他废什么话？这丫头已经被魔杖迷了心智，直接镇压，把那段记忆抽出来洗掉便是。想洗我的记忆，那我便先碎了这神魂，看你们能得到什么！他是真的疯了，竟然为了一个凡人，宁可自爆神魂，不可！圣女若是死了，太初圣宫的气运也就断了。师姑，痴儿，为了个男人连命都不要了，值得吗？他不一样，他不是那些只想骗我身子、骗我丹药的修真界败类。他对我很好，当年的那个人对我也很好，他会为我画眉，会带我去凡间看灯会，甚至为了救我，替我挡了一记妖王的毒掌。那后来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毒掌是他和妖王串通好演的戏。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骗取我的太初元婴，好助他突破瓶颈。当我把身心都交给他，甚至为了他偷出宗门至宝翻天印之后，他转手就把我卖给了魔道，换了1万极品灵石。玲珑，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那个男人，他或许现在对你是真的，但他是个凡人，凡人的爱太廉价了。辣条、按摩椅、电视剧这些东西，在他那个世界，恐怕连1块灵石都不值吧。他用一堆垃圾换走了你的真心，换走了太初圣地的至宝，这笔买卖他稳赚不赔。不是这样的，他为了我敢跟全世界为敌。他说了，他背后有一个国家在支持他。国家，凡夫王朝罢了。在利益面前，
所谓的国家，是最先抛弃你的东西。既如此，我们打个赌如何？什么赌？你回去安安心心闭关3年，3年后的天魔之战，若是你能赢，我便不再管你。而在这3年里，你可以告诉那个男人这里的坐标，告诉他，要想娶你，就来太初界接你。如果他敢来，哪怕他死在半路上，只要他迈出了那一步，师姑我就信他是真的。到时候，师姑亲自出手，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你们一世姻缘。江辰只是个连筑基都没有的凡人，这根本不是赌约，这是谋杀。我不赌，我不会让他来送死。那你就去吧。婆婆。琳琅，别走，圣地没了你会完的。如果咱们圣地输了，那些魔头会杀进来，婆婆老了跑不动的。你就再留3年，好不好？等把那些坏人打跑了，婆婆陪你一起去找他。婆婆，别跪！天魔宗，那是太初圣地的死敌。如果我这个首席战力走了，3年后的决战，太初圣地必败无疑。到时候生灵涂炭。婆婆，好，我赌。江辰，我给你3年时间，这3年我会闭关，强到足以镇压一切。3年后天魔之战结束，若是你没来，我就当你死了。我会杀光所有阻拦我的人，然后去那个世界挖开你的头，躺进去陪你。师姑，记住你的话，3年后若他来了，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便让这太初界给他陪葬。怎么回事？能量反应怎么消失了？漩涡在关闭，他不来了。警告，位面通道已强行关闭，太初圣女受到亲情私战阻拦，已返回太初圣界。她虽然很想来，但她更想让你活久点。3年之约已立，勿念。不来了。领导，他被劝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全村老少都通知了，流水席都摆好了，结果新娘子说家里有事儿，下次再来。这怎么收场？告诉大家新娘子逃婚了，告诉全世界龙国搞了这么大的动静，最后就是为了放个鸽子。别慌，拿着。谁说他不来，这就完了。江辰，你是个男人，男人就得输得起，更要等得起。所有人听令，原定接待计划取消，执行 B 计划倾城之恋。就算人没到，我们也要给他放一场这2个宇宙从未见过的最昂贵的烟花。州长，那可是几百亿啊！就为了放个烟花，沈西手会枪毙我们的。枪毙我一个人就够了。这一炮要是打不响，咱们之前所有的投入，那才是真的打了水漂了。传我命令，点火！完了，全完了！我的波士顿龙虾，我的澳洲和牛，还有1000个国宴厨师，全砸手里了。上帝啊，这是饱和式核打击，我们要死了！妈妈，我要回家！是他们的末日武器，一朵花。法克，龙国人是不是钱多的没处花了？用洲际导弹放烟花。夫君，你会怪我吗？你会觉得我在耍你吗？你会不会要我了？没走，他没怪我，他还在给我放烟花。傻瓜，真是个大傻瓜。雷克明说的对，玲珑，我知道你在看。3年，不管是3年还是30年，我都等你。你若不来，我就把这片沙漠种满玫瑰；你若来了，咱们就在这烟花下面拜堂。谁说凡人的爱廉价？廉价的是你们！我夫君为了哄我开心，能把那个世界的天都点着了。你们这群只会打坐的木头，懂个屁的浪漫！传本座法旨，把宗门宝库打开，把药王谷的老头给我叫来，炼气堂福禄阁的长老统统给我滚过来！
既然我人去不了，那我就把这太初界最好的东西，统统给他送过去。我的男人，就算是在凡人界，也要做最强的那个王。女方好感度突破天际。行了，收队。检测到女方太初圣女情绪极度亢奋，触发报复性回礼机制。注意，注意！一大波来自修真界的顶级物资即将抵达战场。啥？报复性回礼？快看，那是微雕阵法详解，那是火系妖丹提炼法，那是诛仙剑阵残卷，这是星辰砂，传说中硬度超金刚瓷10000倍，这么多，按吨送。还有那个珠子是火系妖丹，一颗能顶一个核电站。快抢救物资，都别愣着，坦克别开，导弹别管，都去捡东西。那本书别踩，那是咱们的光合机，小心点，那是咱们的航空发动机。那破铜烂铁不对，是飞剑，那是单兵机甲材料。夫君，烟花我看过了，很美。我不懂什么工业科技，但我知道，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就要把这诸天万界最好的都给你抢过来。3年后，我要看到你开着这世上最强的船来接我回家。好，3年后我开着航空母舰去接你，到时候咱们不放烟花了，咱们去征服星辰大海。处长，清点完了。这次圣女，我老婆她是真的掏家底了。微雕阵法详解3卷，火系妖兽内丹120颗，还有诛仙剑阵残卷，虽是仿制品，工信部老周说里面的多点协同攻击算法能让卫星轨道炮精度提升1000倍。还有这个1吨玄冰铁，他说这东西在太初界是用来打铁锅的，不想造锅就拿来垫桌脚。他管这种能扛核爆高温的记忆金属叫垫桌脚的？是啊，他还问我够不够，不够再拆2座矿山。够了，太够了！都别趴在地上数沙子了，所有人听令，我要在1个月后的全球科技博览会上，给鹰将和绞盆机准备一份大礼。女士们、先生们，2纳米制成芯片，我们投入5000亿美金。2纳米啊，太强了！华夏还在攻克7纳米吧？差距至少20年。听说华夏连展品都没带，是不是放弃治疗了？让一让，解过。哟，这不是周先生吗？今年带什么好东西来了？也没什么，就是带了点特产，准备摆个地摊儿。啊，这是啥？纽扣电池？这是华夏最新研发的星火1号芯片。周，你们还在玩硅基芯片？不是硅基，是碳基，准确说是星辰砂掺杂阵法微雕复合基。至于制成，不好意思，我们的尺子精度不够，量不太准，大概是0.1纳米。原子都不止0.1纳米，你们龙国人吹牛也不打个草稿。原子确实不止，但如果我们用某种特殊的立场，并且改变了材料的空间结构呢？为了证明这不是模型，这是我们顺手做的一个小玩具，一个能实时渲染全球气象云图的便携终端。这不可能！在我们龙国，我们管这叫道法自然。这块芯片多少钱？我们买，多少钱都买。也不贵，这玩意儿原材料挺便宜的，我们就按重量卖吧，100美金1斤。不过有个条件，每买1斤芯片，必须搭配够女神之类护肤品，捆绑销售，概不签账。除了芯片，我们还带了点小玩意儿。这是朱雀合金，耐高温3000度，硬度超过金刚石，最关键的是它轻。有多轻？这是反重力材料，差不多吧。我们本来是想拿它造飞机的，后来发现这玩意儿产量太高，用不完，所以我们就拿它做了个保温杯，防摔，保温效果特好，装开水放3年都不带凉的。这种战略级材料，你们拿来做日用品？你们龙国人是不是疯了？物资过剩嘛，没办法，主要是家里人给的太多了，不花完他不高兴，我们也只能勉为其难的搞民用了。哦，对了，刚才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没带光刻机来，其实带了，就是这个。
啊！这是用诛仙阵残片打磨的微雕刀，我们的芯片就是用这玩意儿一个个手工雕出来的。手工匠人精神，懂不懂？手工雕刻0.1纳米芯片，这特么还是人类吗？鹰匠的2纳米芯片，那是什么电子垃圾？狗都不用。我要买龙国的。这不科学！告诉我，就这么一个连微分都算不明白的普通大学生，是怎么在1个月内拿出光刻机阵法、反重力合金，还有那个见鬼的生物酶的？长官，数据不会撒谎，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结论就是，他极有可能是龙国秘密培养了20年的超级大脑。那些所谓的院士专家不过是他手下的执行者，而他才是那个站在幕后操纵一切的上帝。如果是这样，那他的危险等级将超过核武器。没错，只要他活着，龙国的技术就会以指数级爆发，鹰将的科技霸权撑不过3个月。启动折翼计划，悬赏金额提升至50亿美金。我要让他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猎物在龙国有点麻烦，那是雇佣兵的禁地，怕什么？这次不强攻，用异能。哼，一个大学生而已。就算龙国把他保护得像个 baby， 但在我眼里，那是没有墙的摇篮。这50亿，我拿定了。童子，那个诛仙剑阵能不能再多给点？我觉得工信部老周的意思，想把这玩意儿装在南天空间站上当轨道跑用。检测到宿主正在被全球顶级杀手锁定，建议先把防弹衣穿好。杀手，在这个连指甲刀都是神奇的世界里，杀手算个狗。来吧，正好我老婆最近手有点痒，正愁没地方试剑呢。领导，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视频一卡一卡的，刚才凌伦给我演示他的新才艺，我都卡马赛克完了。江晨同志，知足吧。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杀你吗？ 50亿美金，老子我都想把你绑了去换钱。为了防止黑客入侵定位，我们用的是物理隔绝的内部专线，能通视频就不错了。50亿，我这么值钱？你以为呢？在鹰家眼里，你现在就是个包着人皮的外星人，他们觉得的那些黑科技都是你脑子里蹦出来的。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只是个吃软饭的中间商。行了，别废话，今晚就在这睡，哪儿也别去，我就在隔壁，有事喊我。夫君，刚才怎么卡了？是不是那边的天道法则又在排斥我们？没，就是信号不好。玲珑，你这是在绣花？是呀，上次看那个演习攻略，里面的魏璎珞给皇上绣了个香囊，皇上可喜欢了。我就想着，我也要给夫君绣一个。这布料看着挺结实啊。那当然，送我的那些辣条分给了那头黑水毒驾的幼崽，换来的龙皮，水火不侵，刀枪不入，连我的飞剑都刺不穿。还有这线是万年金蚕丝，等我绣好了做成内甲送给你，就算是金丹期的高手偷袭，也伤不到你分毫。这哪里是香囊，这是把一件神器穿在身上啊！谢谢老婆，不过你小心点手，那针看着挺尖的。没事，我皮厚，你看我金身已成，扎不破。这就是那个让 CIA 闻风丧胆的超级天才，这就是那个价值20亿美金的目标，太弱了，简直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再见了，天才。夫君，别动。怎么了？我说别动。哪里来的蝼蚁，竟敢打扰我夫君吃橘子？这不可能，我是隐形的，连热成像都看不到我，他怎么可能看见？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不，这是什么火？灭不掉！救命！救命啊！江晨，怎么回事？刚才监测到高能反应，刺客呢？人在哪儿？好像也没了啊！没了！夫君，吓着你了吗？刚才有个不长眼的小虫子飞进来了，我看他想盯你，就顺手帮你清理了一下。S 级的异能者，哪怕是一个团的兵力，都不一定能留住他。结果被隔着屏幕一弹指灭了。看来在护肤狂魔面前，那个所谓折翼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那个琳琳啊，下次能不能别在屋里烧？这地毯挺贵的。知道了，下次我注意点力道，直接把它震成虚无，不留灰。说对吧？有这位姑奶奶在，别说是杀手，就是司绳来了，也得先递根烟，问问能不能带人走。江晨，早点睡觉，明天还要去给鹰将上眼药呢。哦，老婆，刚才那个鸭子，哦不，鸳鸯绣到哪儿了？绣到翅膀了。夫君，我跟你说，这根针有点不顺手，下次我换把飞剑绣试试。这哪是谈恋爱的大学生啊，这就是个行走的人形外挂，而且是全服无敌的那种。领导，这都3天了，外面那帮想杀我的外国友人是不是放弃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放弃，在鹰将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弃这2个字。根据情报，有一批代号为蜂群的物资，通过外交豁免渠道运进了咱们金华市的大使馆。蜂群，养蜜蜂的？那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秘密研发的微型自爆无人机，携带高爆定向雷，一旦锁定目标，能在0.1秒内把你炸成一堆碎肉，而且敌袭，趴下！该死，他们黑进了新风系统！江晨，去卧室，快！这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鹰校那边估计现在已经在砸键盘了。蚊子再多也怕蚊香啊。领导，这玩意儿看着挺精致的，摄像头还是徕靠的呢。要不咱们打包给工信部送去，没准能把鹰将的飞控系统给逆向出来。你是懂软饭硬吃的，把这些残骸都给我扫起来，连个螺丝钉都不许少。这可是鹰将不远万里给我们送来的科研样本。夫君，刚才怎么黑屏了？是不是又有那个什么信号不好？刚才来了几只蚊子，信号干扰了一下，已经被我拍死了。你们那里的蚊子还能干扰天道信号？那肯定是个大妖。夫君真厉害，连妖都能拍死。玲珑，你受伤了？啊，没有啊，我可是圣女，谁能伤我？就是刚才修炼有点岔气，休息一下就好了。岔气？岔气手会抖？岔气你的脸色会这么白？把嘴张开！这叫没事？谁干的？那个老头又打你了？不是师尊，是裘千仞。裘千仞，天魔宗那个魔子，他不是被你打断腿扔下山了吗？他还能伤你？夫君，你自己看吧。那是外门驻地。昨天夜里，裘千仞突然杀上门来，他不一样了。去！太初圣地不过如此。告诉姬玲珑，3日之后，若他不出来与我决一死战，我便屠灭太初满门，鸡犬不留。他吃了什么？上古魔心，现在的他已经突破到了化神期大圆满。
甚至练成了传说中的不灭魔陀。刚才我忍不住出手试了一次，我的本命飞剑刺不穿他的皮。夫君，没事的，大不了我燃烧神魂跟他拼了。我是太初圣女，我有秘法，就算是死，我也能拉着他一起下地狱。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不怕。拼命？拼什么命？谁允许你拼命了？你是我老婆，你的命是我的，我不点头，阎王爷也不敢收。夫君，各位，修仙打坐我们不行，但如果说找漏洞、卡 bug、开挂，咱们龙国人是不是专业的？何止是专业，只要它是个东西，哪怕它是神，只要它存在于这个物理宇宙中，就一定有弱点。不灭魔躯，老子倒要看看，是它的皮硬，还是咱们的穿甲弹硬。技术组，全功率运转，把那个什么魔子的视频给我逐间分析，务必找出他的弱点。还有，告诉弟妹，让他别急着拼命，把他们宗门的最高心法发过来。中科院那帮老头子最近闲得发慌，正好给做个体检。姬玲珑，赶紧出来受死！荒唐！太初感应篇是圣地的立根之本，怎么能传给一个异界的凡人？这简直是把祖宗的脸面往地上踩！就是，圣女，你也是糊涂了。那凡人连灵根都没有，他看得懂吗？这就好比给猴子看天书，除了亵渎，毫无用处。亵渎？老头儿，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人家骑在你们脖子上拉屎，你们这群守着金饭碗要饭的，除了等死，还有什么办法？你还有，别跟我提什么仙凡之别，不过就是一段运行在人体经脉里的低级代码罢了。玲玲，发给我，除了事我负责。夫君说的对，都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还守着这几块破玉剑有什么用？圣女不可！谁敢动？我是圣女，宗门存亡之际，我有灵机专断之权，谁敢拦我就是通敌。系统传输，收到高密度数据流，解密完成，文件代号太初感应篇魔子战斗影像。快，天河3号超算集群满负荷运转，建立人体经脉3D 模型，导入修真功法参数，把它当成生物电传导程序来跑。30分钟内，我要知道这个不灭魔躯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它的能量回路和弱点在哪儿？怎么了，处长？这功法，这也太原始了吧！这简直就是史山代码啊！什么意思？你看这里，这套功夫为了把能量转化为生物能，竟然在经脉里多绕了整整3个大圈，就相当于从京图去东北，非要绕道去南极，效率低得令人发指。还有这里，能量损耗率高达40%，没有任何防过载机制，这程序写的全是 bug， 不崩溃才怪。难怪他们动不动就走火入魔。是啊，就是。别管功法烂不烂了，重点是那个魔子，那个号称物理免疫的乌龟壳怎么破？这里，当他运转魔功硬扛飞剑的时候，体表的温度场是均匀的，但是极序穴的位置，每隔0.015秒会出现一个极微小的热量喷射，就像是一个高压锅，如果不排气，自己就先炸了。这个点就是它的排气阀，这也就是俗称的罩门。可0.015秒的时间太短了，位置又隐蔽，就算是用狙击枪，也很难在这个瞬间打进去。除非我们让它变脆。什么意思？我们分析了它骨骼和魔气护盾的共振频率，发现对次声波极其敏感，就像是用高音震碎玻璃杯。只要频率对上，它的防御力至少下降60%。很好，方案有了。第一步，用大功率次声波发生器给它来个声波马杀鸡，把它震酥了。第二步，趁它防御松动，不得不排热的那0.015秒，把咱们特制的
平油穿甲灵爆弹塞进他的嘎吱窝。将臣，这个战术对时机的把握极高。姬玲珑不懂物理，他抓不住这个机会，必须由你来。利用悟道蒲团开发大脑跨界遥控系统，你亲自操刀。放心吧，领导，打架我不行，但要是说打靶和找茬，那是我们理工男的强项。哼，老夫就说，凡人不可信。什么代码，什么体检，全是胡言乱语。我看他是拿了功法跑路了吧？就是，圣女，别傻了，还是老夫出去打发了那个什么魔子。大不了落个以大欺小的名声。他不会骗我，他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来了，这是何事？棺材，棺材。各位前辈，让一让。这玩意儿脾气不太好，容易走火。这是凡人造出来的法宝，为何没有灵气波动，却让老夫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这叫真理。老婆，等下穿上我给你寄过去的抗和服。一会儿动静有点大，别震伤了内脏。还有。那个魔子不是喜欢硬扛吗？待会儿你就站在我旁边，负责嘲讽，负责拉仇恨，剩下的交给我。传令，打开山门，本宫要出去给那位魔子上一课。姬玲珑，你还要当多久的缩头乌龟？既然你不肯出来，那本座就只好把这护山大阵拆了。进去把你拔光了，挂在旗杆上，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太初圣女的风采。什么？在绝对的科技面前，任何法术都不堪一击。就你一个？你们太初圣地的老家伙们呢？都死绝了吗？让你一个小丫头背着口棺材出来送死。夫君，画面清楚吗？清楚。4K 画质，连他那大鼻孔里的鼻毛都看得见。别紧张，按照刚才彩排的走位，你负责站桩，我负责输出。好，裘千仞，你说错了，这不是棺材，这是送你去见阎王的轿子。狂妄！既然你急着投胎，本座就成全你。来！完了，那是肉身破障。圣女挡不住的。连接稳定，延迟3 ms， 火控雷达已锁定，目标速度3.5马赫，正在进行轨迹预判。想玩近身肉搏？抱歉，我不跟你玩。咱们玩的是科技。次声波发动器启动。这不可能！抓住了，老婆，闭眼，电磁轨道炮，全功率发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妖法？我不服！西绫罗，你用妖术暗算我！想跑？问过我没有？刚才那是热疗，现在送你个冷风。液弹喷射，去！夫君，你这枪法真准。那是。为了练这一下，我可是把小时候玩 CF 的技术都拿出来了。各位魔道的朋友们，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啊！我这里还有几发子弹没打完，谁想上来试试？
咱们这位姑爷修的到底是什么道？这叫物理大道。以后谁再敢说凡人是蝼蚁，老夫第一个大耳刮子抽死他！这就是神器，没有图文，没有灵力回路，甚至连断凿的锤印都没有，这是浑然天生的道气呀！这种光滑度，这种金属光泽，老夫练了一辈子气，竟然连它是什么材质都看不出来。这可是我夫君的宝贝，别乱动，很贵的，摸坏了你赔得起吗？赔，圣女，只要姑爷肯教老夫这炼气之法，让老夫把这条命赔给他都行。我的，谁都别跟我抢！好烫，好烫，但是好香啊！喂，听得到吗？姑爷，您请吩咐。那个，刚才那一枪动静有点大，这玩意儿很贵的，一发就要消耗一条极品灵脉的能量，而且这炮管也过热了，得换新的。消耗一条极品灵脉，这代价也太恐怖了。姑爷的意思是，为了保住咱们圣地，我可是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各位前辈，你们看这战后重建，补，必须补！传我法旨，打开魔修留下的那些储物袋，还有把宗门宝库打开，凡是姑爷看得上的，随便拿。还有，姑爷，这个炮台能不能留下来？老夫想研究一下它的构造。老夫愿意用毕生积蓄的天外运铁来换。刚才那个蓝色的光纹，那是何种阵法？姑爷，只要您肯传授此法，老夫愿意把珍藏的3000张极品符箓全送给您。既然各位前辈这么好学，那我就破例一次。我先给你们发一套入门教材，你们先学着。至于学费嘛，先把地扫干净，那些魔修留下法宝碎片，统统给我打包发过来。我们这边的废品回收站正好缺材料。好嘞。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妙！哈哈哈，太妙了！串联、并联，这不就是阵法的阵眼布局吗？老夫以前怎么没想到？以前我们炼丹都是靠火候硬烧，炸炉是常有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把药液放进去转一转，杂质就自动分离了。这哪里是炼丹，这是提取天道精华呀！带我一个，带我一个！我盲僧贼溜！谁抢我蓝 buff？ 信不信我御剑削你？好书，好书啊！这才是兵法正道。以前我们那种看你不爽就砍你的打法太野蛮了。吃了没？整根辣条。夫君，现在长老们都不修炼了，炼气堂的长老天天嚷着要搞什么工业革命。挺好，让他们学。就连大长老也迷上了斗地主，他拉着几个太上长老玩，已经输了半条灵脉了。他还想让你发一套赌神的教学视频，他想翻本。只有学会了科学，他们才能更好的为咱们打工。哦不，是更好的建设圣地。不过，夫君，长老们最近总是缠着我，问我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还是自己看吧。圣女，吾等恳请圣女恩准，让我等组建一支留学使团，跨越界门，前往姑爷所在的那个科学仙界。吾等愿以太初圣地万年积蓄为学费，只求姑爷给个旁听生的名额。这帮老头想来地球留学，还公派。没想到这帮修真界的大佬竟然被忽悠瘸了，不仅不想着飞升成仙，反而想来地球搞科研。处长，这咋整？要是一群元婴化神期的老怪物组团来地球，咱们这治安……接，必须接！这不是一群老头，这是一群活着的、会飞的、拥有无限可能的超级劳动力呀！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肯交学费，肯听指挥，肯干活，我们龙国热烈欢迎！
太初留学生。这不仅是留学，这是两个文明的深度融合，是把修真界彻底变成我们龙国的后花园。来了这儿，想走可就难了。996福报在等着你们呢，老铁们。你告诉长老们，既然他们这么好学，我这个做姑爷的也不能小气。我同意了，不过我们这边的规矩比较多，不仅要岗前培训和办暂住证，最重要的是得自带干粮。多谢姑爷，姑爷万岁，科学万岁！快去把后山的灵脉挖了，给姑爷当学费。圣女，老夫堂堂元婴后期大修士，让我带着狗链子，带着这所拿重犯的刑具过去，老夫的脸往哪儿搁？太初圣地的脸往哪儿搁？圣女，听说那个世界的泥头车甚是凶猛，若是没了修为，反应不及被撞了，岂不是成了诸天万界第一个死于车祸的元婴？那个，若是封了灵力，我还怎么给灵草催熟啊？那边的水土不知道合不合适。要是让他们就这么过去，各位师叔伯，不是我想为难大家，实在是蓝星太脆了。塌了就塌了，大不了老夫用玄铁给他们重炼一个不会塌的世界。那人呢？你们身上的威压稍微露一点出来，方圆百里的凡人就得爆体而亡，到时候夫君怪罪下来怎么办？哟，都在呢，这是干嘛呢？夫君，师叔伯们不愿意带这个，你快帮我劝劝，不然这留学计划怕是要黄。姑爷，不是老夫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要求太荒唐了。我等去贵地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大道，封了修为，神识受阻，这不是让我们当瞎子吗？就是啊，说得对，太荒唐了。荒唐！各位前辈，我本以为你们是太初界悟性最高、眼界最宽的一批人，才特意申请了这10个名额，没想到，看来是我高估你们了。姑爷，有话直说，怎么就高估了？老夫这炼气造诣在太初界那是数1数2的。炼气造诣我当然知道，但科学造诣呢？各位前辈，力量是什么？真正的力量可不是移山填海、摘星拿月，真正的力量是控制。你们以为这是枷锁？错，大错特错，这是负重训练器。在蓝星，这叫高压环境下的极限微操训练，是我们专门为顶级科学家准备的魔鬼课程。别人求着我想带这玩意儿，我还不给呢。你们倒好，当成刑具了。负重训练，极限微操，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深的道道。姑爷，此话当真？我有必要骗你们吗？只要你们带上，适应之后，等以后解开封印的那一刻，你们的修为直接突破瓶颈都不是梦。干了，不就是压制修为吗？为了科学大道，为了突破化神，这苦老夫吃了。好，果然有压力，老夫感觉体内的灵力正在被挤压提纯，妙啊！其实他是被封印了难受的。我也带，我也带，只要能让我去看看那边的花花草草就行。这忽悠能力已经不属于地球了。好，各位前辈果然有大毅力。既然大家已经通过了入境安检，那就准备出发吧。蓝星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最高规格的接风宴，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师叔伯，到了那边要听夫君的话，别给他惹麻烦。要是谁敢在蓝星乱发脾气，坏了太初圣地的名声，回来我就让他在后山禁闭300年。知道了，知道了，圣女你就放心吧，我们是去搞学问的，又不是去打架的。只要那边的人客客气气的，老夫保证比猫还乖。时辰已到，大阵开启。诸位道友，为了科学出发！
各单位注意，能量变动达到峰值，目标即将降落。医疗队准备，准备好强效止吐针。食堂的大师傅呢？红烧肉炖好了没有？这可是第一顿饭，必须拿下他们的胃。这是何地？热烈欢迎太初圣地考察团莅临蓝星指导工作，我是本次接待办主任雷克明。好啊，好地方，这空气里全是真理的味道。长老过奖了，这主要是沙尘暴的味道。车已经备好了，咱们先去吃饭。吃饭好，吃饭好。这就是凡人的法宝，看场好像很耐打的样子。各位前辈，车来了。这是何物？没有灵力变动，下面装了4个圆滚的轮子，这就是你们凡人的坐骑。不需要喂草料吗？喝油的不用喂草。前辈们，请上车。红烧肉若是凉了，口感可就差了3分。哎，好，软，太软了，这触感细腻温润，难道是剥了1000年软骨兽的皮？竟还没看见缝合的针脚。咦，有风，无需临时运动，这铁盒子竟能随意操控寒霜之气，甚至还能调节风向，妙啊！这等机关术简直巧夺天工。第1支车队已经出发，预计10分钟后抵达基地。各位别客气，在我们这儿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开动！此物竟如此丝滑，这口感比老夫炼制的辟谷丹强了1万倍。这是道，这是食之大道啊！这是何种毒药，竟在自行沸腾？这叫快乐水，解腻神器。尝尝，不仅没毒，还能洗涤灵魂。水里竟蕴含雷霆爆裂之力，喝下去通体舒泰，仿佛给5脏6腑都在做按摩。好水，再来1杯。贫道感觉道心有些不稳，若是天天吃这个，谁还想飞升啊？这个红色的方块是什么？看着甚是吓人。那叫豆腐，加了花椒和辣椒，刺激带感。这灼烧感，竟让老夫想起了在火山口练气的岁月。爽，再来1盆。江辰，稳了，这一顿饭下去，至少把他们的好感度刷满了。这帮人比我想象中好对付。别大意，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各位，消消食后，接下来咱们进行最后一项入境流程——全身体检，也就是所谓的验明正身。大爷，把袖子挽起来，拳头握紧。小姑娘，别怕，老夫这肉身早就练到了金刚不坏的境界，一般的兵器都伤不了分毫。你这细针，试试嘛。看到没？这就叫金刚不坏。想破老夫的防，你们这反铁还差得远呢。长老，咱们是来体检的，不是来显摆的。你这护体罡气开着，人家怎么干活？配合一下，那边等着发手机呢。发手机？行，看在手机的面子上，小姑娘再来，这次老夫不运功了。这不对啊 ！X 光穿不透，完全穿不透。这人的骨骼密度比钛合金还高，这他妈是人类吗？这简直就是个人形核反应堆啊！大夫，怎么样？贫道的金丹还在吗？最近感觉有点上火，金丹是不是裂了？大爷，您那叫金丹，那是高浓缩油球吧？各位，来跟着我操作，先点这个绿色的图标，对，然后对着脸，这叫人脸识别。扫，是用神指扫吗？哎呀，怎么黑屏了？是不是没灵气了？别乱按，那个是自爆。哦，不对，是关机键。哎呀，这
镜子怎么把我的毛孔照得这么清楚？太羞耻了，这一定是有破望神光的极品法宝。好了，各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合法的蓝星居民了。咱们这个考察团正式成立。接下来，咱们分头行动，去各个岗位发光发热。喜欢练体的，跟雷主任去宝钢和航空院；喜欢阵法的，去华为和中科院物理所；喜欢种草的，轻柔长老，你去咱们的国家植物园，那边给你准备了一块试验田，还有最新的温室大棚技术，随便种。原来不用灵力也能打得这么好看，这叫咏春，有点意思。蓝星的这种功夫似乎比种草好玩多了。明天找个地方练练手吧。长老，您看这个细胞欺骗，这是我们最新培育的抗旱水稻基因图谱。您看这双螺旋结构多美啊！甚好，甚美。美个鬼，脆弱的像纸一样，一阵风就能吹折了腰。这种东西也就配在温室里当个摆设。这东西能吃吗？能长生吗？能拿来炼制筑基丹吗？炼丹可能不太行，但煮饭挺香的。种个草还要看基因，要等周期，太慢了，也太弱了。我去透透气。好无聊啊。妙啊，在修真界，我们太依靠灵力了。飞界千里取人头固然潇洒，但这凡人的搏杀术却有一种原始的美感。这招铅笔穿耳用的不是蛮力，而是瞬间的爆发力和对人体结构的精准把控。若是换成本座，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这是一条被修真者忽略的励志大道。只要速度够快，接触面积够小，压强就会无限大。这就是物理，只需要一点点技巧和纯粹的暴力。这种拳拳到肉的触感，比隔空施法来得更真实，更让人愉悦。种草？种个屁的草！这才是成年人该玩的游戏。又要去看那无聊的蚯蚓图了。欺人太甚！什么海神杯无限制格斗大赛，这分明就是针对我们龙国武术的一场围猎。怎么个说法？他们在公海搞了艘游轮，号称举办全球第1届无规则格斗大赛，邀请函发遍全世界，指名道姓挑衅龙国武术界参赛。他们派出的根本不是格斗家，是代号泰坦的基因改造战士，注射第3代强化药剂，骨骼密度是常人5倍，痛觉神经全切断，就是一台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国内武术界去了吗？去了，形意门掌门、少林武僧，结果一个照面就被打断腿。现在外网全在嘲笑，说龙国功夫就是广播体操。这帮孙子，这是想在精神层面上打断我们的脊梁骨啊！必须打回去。可是派谁去？特种兵去就是送死。赛事禁用热武器和机械装备，外骨骼机甲也用不了。不用机甲，咱们不是刚来了一批留学生吗？这帮老家伙在实验室快憋出毛病了。你是说火云长老？他脾气一上来，能直接把游轮拆了。清虚长老只会画符，根本不擅长近战。不用他们，咱们这儿有个现成的武学奇才。谁？轻柔长老。姑爷，你怎么来了？我在给花松土呢。松土用手指头夹断木头，好家伙，这切口比激光切割还平整。这要是夹在人脖子上……长老，最近工作挺枯燥吧？还好，就是那些基因图谱看得有点头疼。想不想出去透透气？公海游轮，豪华7日游，包吃包住，还有节目看。什么节目？动作片，真人版的那种。主办方说了，你可以上去客串，不用吊威亚，不用替身，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姑爷，
那边管饭吗？管，澳洲大龙虾管够。那我去。我也不是为了打架，主要是想去批判一下这种暴力的行为，顺便尝尝龙虾。满级大号去新手村，妥了。长老，记得带上那本初中物理，到时候打得太夸张，咱们好歹有个解释的依据。放心吧，姑爷，力学原理我都背熟了。女士们、先生们，今晚的压轴大戏即将上演。左边是来自自由灯塔的终极兵器，拥有完美基因的战争机器泰坦。而右边是来自神秘东方的一位老奶奶。姑爷，这些人为什么都在叫？他们是不是想吃我？不是，他们是在欢迎你。长老，记住咱们的口号了吗？记住了，以德服人，点到为止。对，主要是别打死了，不好赔。毕竟这船上的地毯挺贵的，弄脏了不好洗。去吧，就是那个大块头。打完了，咱们去吃澳洲龙虾。龙国没人了吗？派个保洁大妈上来。那个泰坦一拳把他打成肉泥吧。我赌10秒，不3秒，他就会变成一滩马赛克。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超级科学家，看来他的脑子确实坏掉，竟然想用这种闹剧来挽回面子。我要把这段视频发给五角大楼当笑话看。开始，死吧，虫子！快躲开啊！野马分鬃。这是魔法还是异能？好多油啊！这人是不是没洗澡？这汗味儿比尿素还冲，回头得用洗洁精好好搓搓。那个，我是不是赢了？要是赢了的话，我可以去吃龙虾了吗？姑爷说去晚了就不新鲜了。泰坦的胸骨全碎了，不像是外部撞击造成的，更像是某种高频震动波穿透皮肉，直接在骨骼内部引发了共振爆炸。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效果。胜者，龙国，这就是你们花了500亿打造的超级战士，连一位老太太都打不过。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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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爷，我这招4两拨千斤使得怎么样？我按照书上说的，利用了它的动能势能转化原理，并在接触瞬间调整了受力向量。完美，这不叫功夫，这叫物理学变现。牛顿看了都得掀棺材板给你鼓掌。那是。我们必须要求公开这名龙国女性的身体数据。她一定作弊了，身上绝对加装了动力外骨骼。能够击飞200公斤重物的力量，请问你是否佩戴了微型反重力装置，还是注射了高浓缩肾上腺素类兴奋剂？反重力，这位记者朋友，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不去写小说可惜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清柔女士。她是我们国家植物研究所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工，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广场舞。广场舞？对，就是那种在公园里强身健体的运动。我们龙国传承5000年的智慧，太极。不可能，太极我也见过，根本没有这种杀伤力。那种瞬间爆发的动能，绝对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那是违反物理的。违反物理？我用的正是物理，而且是经典的牛顿力学。其实我也没用多大劲儿。主要是利用了它自身的动能，这就叫4两拨千斤，用你们西方的话说叫杠杆原理，这就是物理学的魅力。可是那把人嵌进墙里的力量呢？那也是借力哦，那个叫非弹性碰撞，下次我会注意，尽量往柔软的地方扔，比如沙发去。听到了吗？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我们龙国有句古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与其怀疑我们作弊，不如让你们的战士多读读书，别光长肌肉不长脑子。还有啊，以后这种名为格斗，
实为碰瓷的活动少搞。我们家老太太脾气不好，这次只是推人，下次没准就是拆船了。走，长老，我们去吃龙虾。好。屋里，去他妈的屋里！姑爷，这个叫面膜的东西真好用，冰冰凉凉的。我想带回去给宗门女弟子发福利，顺便赚点零食。没问题，管够，只要长老你开心，把面膜厂搬回去都行。怎么回事？报告，我们被锁定了，3点钟方向，2架 F-35隐身战机，而且还有6架死神无人机正在逼近。他们关闭了应答器，意图不明。意图不明个屁！这是想在公海上制造空难，毁尸灭迹，死无对证。前方飞机，你们已进入演习区域，立即迫降，否则击落。迫降，下方是万丈深海，迫降等同于喂鱼。姑爷，怎么了？好吵啊！苍蝇又来了吗？几只大苍蝇，还是带毒刺的那种，想把我们拍死在海里。真是不让人省心。这就是所谓超级大国的气度吗？长老，你要干嘛？别开门，这里可是万米高空。这，开门吧，相信科学。哦不，相信长老。嘿，杰克，你说这飞机里坐的是谁？上面竟然下令让我们动用实弹，这可是最高级别的暗杀令。管他是谁，到了这片海域，就是上帝来了也得坠机。全世界的天空都是我们的，准备锁定，送他们去见。法科，那是什么？上帝啊，我有幻觉了吗？那是天使，还是幽灵？雷达为什么没有反应？快规避！是那个龙国女人，那个魔鬼！快拉绳！你好呀。一指之间，尔等尽归尘土。这就是超音速战机，太脆了吧？估计材料强度不够。姑爷，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那个面膜的代理权。这不可能！立刻销毁，不能再有任何计划。以后只要是这个女人出现的航线，我们的飞机绕道走，绕出500公里，不，1000公里。龙国，我们已经惹不起了。杨老，受厄厄尼诺现象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影响，今年全球粮食减产已成定局。更可怕的是，昨天掌握全球80%粮食交易的国际4大粮商，竟然发布了联合声明，暂停对我们龙国的大豆和玉米出口，还把小麦价格上调了40%，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们这是明抢，更是赤裸裸的粮食战争。咱们的储备粮消耗不了多久，必须在下一季把产量提上去。难啊，杨老，咱们的杂交水稻已经到了基因潜力的极限，想要再突破产量，至少需要10年的育种周期。那个种地很难吗？你是谁？哪个部门的？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也种过几年地，稍微懂一点。胡闹！这是国家级战略会议，种过几年地就敢在这儿乱说话？你知道什么是基因编辑吗？你知道什么是 C4 植物光合作用吗？不懂，但我知道怎么让它们听话。植物也是有灵性的，它们长势萎靡，是因为没吃饱、没喝好。只要给它们喝点好水，别说增产5%，就算长成大树也轻而易举。长成树？小同志，你在写玄幻小说吗？姑爷，哦不，江局长说让我负责这片试验田。既然你们都没有办法了，那就让我试试。长老，这青木灵液一滴够用吗？这水箱里可是装了整整5吨水啊！够了，够了，这可是我在太初界攒了500年的私房钱，一滴已经是极限，再多
田里的庄稼就要成精了。啊！太惊悚了！起飞！起飞！简直是乱弹琴！水里加点营养液就能长成大树。江局长，你隶属国安，也不能肆意浪费科研经费。杨老，您消消气，就当是一组对照实验，万一成功了呢？哼，万一没有万一，我回去继续钻研杂交物种，没空陪你们胡闹。杨老，别走，快看，快看地里！看什么？看！这是基因突变，还是神迹？这是生命的奇迹，这是龙国的祥瑞。快采样，快记录数据！杨老，是甜的，淀粉含量极高，而且含有一种从未发现过的活性物质。我只吃了一口，就感觉浑身充满力气。这就激动了，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要不是怕抽干地脉，我能让他们直接长到10米高。现在这点长势，顶多算个副品。这哪是种地啊，这他妈分明是种了一地的摇钱树！老婆，发财了！快看，这就是咱们种出来的水稻，1亩地产量3万斤。只要这品种全面推广，全球4大粮商全得当成上吊。就这，夫君，这东西在我们太初界一般都是给入门弟子饲养的哼哼兽当饲料，甚至连合格饲料都算不上。老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能长成这样，已经是极限奇迹了。这是救命口粮，能稳稳养活10几亿人。行吧行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夫君，你可千万不能多吃，这稻谷杂质过重，长期食用容易堵塞修行经脉，会耽误我们日后的双修。我吩咐御膳房用真龙肝、凤髓，特意给你做了一份便当。这可是珍稀真龙肝，而且还有滋补肾气的特殊功效。快趁热吃，别总把这些草根当成珍宝，看着实在让人心疼。太香了，这软饭吃的也太香了。请问发言人，面对国际4大粮商联合断供引发的粮食危机，贵国是否准备妥协？谁说我们面临粮食危机了？如你们所见，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重大突破，所以我国决定即日起向全球无限量供应超级水稻，价格嘛，按白菜价定。当然，某些此前对我们实施禁运的国家，就不要肖想了。完了，彻底完了！怎么会这样？温度给我加到3000度，这点火毛子连给老夫点烟都不够。长老，不能再加了，再加就要炸炉了。怕什么？老夫刚才已经在炉体上刻下“固若金汤阵”，就算烧到5000度也炸不了。这才是真男人该待的地方。比起太初界冷清的地火室，这里简直就是天堂。轻柔妹子，这腰身是咋练的？怎么比10几岁的小姑娘还要柔软？就是啊，太厉害了！教教我们呗。是啊，教教我。对呀，太厉害了！各位老姐姐，这套动作名叫太极合一广场舞，只要你们跟着我坚持练习，活到99，不是梦。道友，快帮贫道砍一刀，就差最后0.01个金币了。江局长、雷主任，贫道看中了最新款空气炸锅，用来炼制辟谷丹，肯定好用。嘿嘿嘿，这些太初界修仙大能，短短1个月就彻底被我们的空调、奶茶、电子产品慢慢同化，彻底重塑心性了。唉，也不知道师弟师妹们在蓝星那边怎么样了。
那可是灵气枯竭的绝地呀！不行，本座要好好慰问一下这些为宗门受苦的功臣们。掌教好，来，掌教走一个。这玩意儿真带劲儿。掌教师兄，有事儿吗？我这正看到关键时刻呢，果郡王马上就要死了。师兄，你要没啥10万火金的急事儿，就先挂了吧，不然羊肉凉了就不好吃了。孽障，孽障啊！这就是你们跟本座说的吃苦，这就是你们说的红尘历练。本座在宗门里为了节约开支，省吃俭用，连一块下品灵石都不舍得用。你们倒好，在那边喝着快乐傻，吹着空调，还吃着烤全羊。你们的道心呢？你们的修为呢？都被狗吃了吗？掌教，你听我狡辩。哦不，听我解释。我们这是入世修行。放屁！还入世？我看你们是乐不思蜀。是想集体叛出宗门。真没想到，堂堂修仙圣地的一把手，竟然也这么接地气。人嘛，都是有欲望的，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传我法旨，所有在蓝星的留学生，立刻马上给本座滚回太初界。师兄，凭什么？凭什么？宗门不可一日无主。你们在那边待了1个月，宗门日常事务已经堆积如山，急需你们回来处理。还有，鉴于那边的历练环境太过艰苦，为了公平起见，本座决定实行轮换制，你们立刻回来，换本座带第2批人过去。本座要亲自去蓝星，去那个科学仙界亲自镇压魔道。掌教，我不行，我的超合金飞剑正炼制到关键时刻，这时候要是走了，所以我绝对不能走。就是《甄嬛传》，我才看到第40集，不看完我会长出心魔的。师兄，你看我这病兮兮砍一刀，已经拉了500个人了。拼多多血清已入账，就差最后0.01就要成功了。这关键时候我不能回去，我水土不服，一做跨界传送阵就晕车，狂吐不止。我工伤了，昨天在工地搬砖扭了腰，医生说必须静养。我正在感悟这方天地的电磁力大道，感觉马上就要突破元婴期了。勿扰！反了，全都反了！既然你们都不肯回来，那好，就从今天起，宗门断绝你们灵石丹药供应。掌教，蓝星这边钱可比灵石好使多了。至于凉气，我们喝快乐水就能回蓝。你们简直是大逆不道！你们这群叛徒！再这么下去，掌教真人要是封锁了2界通道，那损失的可就是我们龙国了。童子，有没有办法？鉴于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宿主可组建一支100人蓝星考察团，前往太初界进行回访。宿主作为2界和平大使，在太初界范围内，宿主处于绝对无敌状态，且可随时开启传送门跑路。绝对无敌？这怎么不是开挂呀？嘿嘿嘿嘿。领导，长老们不回去，掌教来不了，但是咱们可以组个团去太初界送温暖啊！你是说带着海量物资去安抚掌教，顺便去他们的地盘展示一下我们龙国的实力？对，他不是眼馋吗？那就给他送到他不想换人为止。而且我也该去见见我那个网恋女友了。既然要去，那就不能小家子气。不是要快乐水吗？直接拉1万箱过去。不是要看电影吗？带施工队过去，直接给他们建个 IMG 巨幕电影院，日用百货、零食玩具，只要蓝星上有的，统统打包带去。江晨，这次去不仅是见家长，你更是代表我们龙国文明，去给那个修真世界好好上一课。掌教前辈，消消气。长老们年纪大了，咱们就不折腾他们了。为了感谢贵宗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决定由我带头组建一支龙国访问团，前往太初圣地，给您拜个早年。另外，我们也准备了10几个集装箱的蓝星土特产，希望您能喜欢。哎呀，姑爷，太初圣地热烈欢迎您。那个姑爷啊，土特产里有辣条和可乐吗？当然有，我把清单发给您，缺什么您尽管提。领导，搞定了，干得不错。那这次去太初界，人员名单你定了吗？如果带咱们的战士，他们就算拿着加特林过去，也破不了人家的防。所以我打算带文的。李振邦院士天天吵着要去测太原界的重力常数，还想抓个剑修研究御剑飞行到底符不符合空气动力学。陈淑华教授他想去那边切片，哦不，去研究一下妖兽的基因图谱。那杨老呢？他去能干啥？杨老说他想去看看那边的林田土壤结构能不能种出亩产万斤的超级大水稻。除此之外，还有想去研究修真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家，想去挖灵石矿的地质学家，甚至还有2个心理学家非要去研究一下修真者为什么动不动就容易走火入魔。好小子，用科学去解构修真，你这招实在是高啊！那个自动泡脚桶全部改成灵石驱动接口，图纸已经发下来了，大家照着做就行。下了，下马！太初界的人口味重得很，要让他们吃一口就忘不掉。给我立刻调200辆重型冷链车过来，这批可乐要是化了，那就是严重的外交事故。老张，你的高能物理分速仪带了吗？带了，装了2台。老李，你带那个盖恩计数器干嘛？那边是修仙界，又没有核辐射。你懂什么？万一灵气就是某种未知的高能粒子流呢？那就能直接预定诺贝尔物理学奖项了。切，肤浅。我就跟你不一样了，我是去给咱们的生物基因库进货的。听说那边有凤凰，不知道能不能拔根毛回来克隆一下。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咱们去给太初界送温暖。